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开始，先欢迎来宾钱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主编。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福特号重挫之后，现在撤退当中。另外，惊爆的是200名的海军受伤。再来，我们要关心的是美军想要控制荷姆兹海峡，这一次动用的是这个重型的炸弹，这个是 GBU-72，狂轰也没有用吗？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再来，现在伊拉克希望通过荷姆兹海峡，是拜托伊朗来放行他的油轮，代表现在荷姆兹海峡主要掌握在伊朗的手中，握有控制权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中东现场的最新消息。美军最先进的它的核动力航母福特号，前几天美军的官方一开始只说呢小火灾，总共是2个人受伤，但是来自于外媒这个路透社最新的披露说，有关于福特号的讯息，当时的火势其实非常大的，波及到100个驻仓，造成了上面200名的官兵受伤，甚至已经被迫撤离战区返港来做维修了。现在看起来，这个单一事故是美军战力体系的一个重大的警讯吗？为什么现在路透社所公布的数据跟美军当初公布的数据有这么大的落差？美军有没有在刻意的压低损失？那么对外公布的种种数据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委员怎么看？对啊，其实因为美国在最近这段期间哦，那么对用英文讲做 overuse 哦，就是他们的部队哦不断的从这里调度到那里，又从那里部署到这里哦，然后在全球频繁的开辟各个战场，所以其实美国现在的这几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哦，我相信都已经很疲乏了。我觉得机舰疲乏，人员也疲乏。那你更不要讲说福特号部署在这个现在的位置已经部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如果这场战争在持续的天长地久打下去，其实先不要讲说它的基建后勤补给了，你光讲它的人员心理状态是否健康，都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那你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我觉得不要说美国在压低损失，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都在压低损失。大家还记得当时川普讲的什么话吗？川普讲说，美国的军火是绝对充足的哦，爱打多久打多久，绝对用不完。就没讲这个话，没讲完几天，他就去韩国把韩国的萨德飞弹系统给搬走了。那大家就会想说，那你当时不是说你的军备相当充足吗？你飞弹多的是，飞弹库这个口袋深得很啊。结果居然三下五下，你就把韩国的萨德飞弹系统要拿来支援了。那显然美国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啊。那你更不要讲说福特号这个事故了，从一开始他先隐藏了这个事故的这个规模，然后希望能够平息下来。可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越来越大，最后完全掩盖不住了。你就会发现说，福特号这一次所受到的这个伤害，远远不是当时所讲的那么粉饰太平的说法。那你更不要讲说这一次福特号重创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莫名其妙就重创就对了，然后莫名其妙200个这个海军士兵就受伤了，然后莫名其妙大家就要睡在船舱上。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有这么脆弱的话，那美国就是一个纸老虎了。所以到底福特号为什么受创？目前为止，我认为就这到你说有一点阴谋论的这个推测，也许吧。那么就是在美国没有公布之前，真相到现在恐怕还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因为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都在粉饰太平。各位知道，以色列现在在全面的限制记者进入报道，能够进入以色列报道的这个媒体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在有限的地区。甚至这个像某一位这个 CIA 的资深前研究员他在这个媒体上公开讲，他说现在连以色列他连公共卫星的管道都关掉了。所以你没有办法透过公共卫星去看以色列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所以以色列到底受创多严重，到底死伤如何，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跟美国一样，完全搞盖牌这件事情了。所以美国在盖牌，以色列在盖牌，你当然就会让外界开始强烈的怀疑，你们的损失，你们所受到的冲击，绝对远远超过你们对外所公布的数字嘛。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军的损伤现在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这个数字远远超过美军当初所公布的数字。那其实呢，刚刚讲了嘛，美军他这一次的攻击也特别希望能够去掌握的就是荷姆兹海峡了，所以最新他也首次的出动。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的这款武器，重型的钻地炸弹 GBU-72，目标就是伊朗在荷姆兹
沿岸加的这个加固飞弹基地。好，这个炸弹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哦，重量5000磅。然后呢，它的功能是专门打击地下的掩体跟这些加固的设施。这些武器当初就是为了要摧毁硬目标，但是问题是来自于专家的说法，其实现在更具威胁的其实是来自于这一些其他的武器，包括了有水雷，来自于伊朗的水雷、无人潜航器、快艇、狼群跟火箭炮，这些成本比较低，但是高杀伤力的战术才是伊朗目前的杀手锏。那 GBU-72到底它的特点跟战力如何？然后单是毁掉这些陆上设施就能够拿下荷姆兹海峡吗？夏伟主编怎么看？其实当然，我们这边先看一下 GBU-72是个什么样的炸弹。当然，后面的答案先讲。你要说美国单靠这个炸弹去把波斯湾的北岸炸一炸，然后就能够重新获得波斯湾的这个控制权，我看难度不低了哈。只能先这样讲。那 GBU-72它当然是有一款由战机投射的空投的这样一个卫星定位炸弹。然后而且因为它 GBU 就代表就是说它要么就是具备这个卫星定位，甚至于还可能具备就是雷射导引。那像以美军的现在这种大型的炸弹来说，它都同时具备卫星定位跟雷射导引。那有一些是专门雷射导引，像比如说比较传统的 GBU 的这个炸弹，对不对？它本身上面有个雷射导引头，但它不具备卫星定位。那有些炸弹它同时又有卫星定位，而且呢，它这个东西它还可以随着这个最后接近目标时，如果你这个目标在动，我可以用飞机上面的类似像神射手夹章去标定你。所以你最近看到那种很多这个美国中指部出来的这个影片，你会发现它那个黑白影片，那个就是那个红外线的这个 EOIR， 也就是所谓红外线成像这个影片。但是你会看到，中间老是有一块亮的，那个就是雷射标定器照在上面反光的那个影像。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这个炸弹本身它是个双导引，但是也就是说它的准头可以说非常高。但问题是，今天你伊朗沿着荷姆兹海峡这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海岸，它布下了多少的这样一个反舰飞弹发射器啊？今天那个炸弹非常重，一颗5000磅，而且它本身来说，它并不是触到地面就马上爆炸。它因为它本身这个炸弹有这个装甲防护，所以它通常在由这个空中坠往地面之后，它还会再往下钻，大概钻个这个30-50公尺之后才爆炸。它希望在爆炸的时候，除了它的这个本身的爆炸能之外，另外还可以透过它的爆炸能引发一个小的地震，把这些底下这些掩体等等给它震裂震坏，然后甚至垮下来。这个是它这次用这个 GBU-72这样一个5000磅的所谓叫做碉堡克星这个炸弹它所想要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但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记得2月28号那天来录这个周末版的时候，它其实我那天就有讲，我觉得美军在这个时候猝然动手，它本身的准备应该不是那么的充分，因为第一，它甚至于连集中到中东地区的军力跟第2次波湾战争，我们看到2003年这个第2次波湾战争，当时美国为了要发动这个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而且当时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受到任何国际组织的授权，所以周边相当多的国家其实并不是那么全然的支持，所以那个时候美军它因为那个状况，所以它动用了5个航空母舰东地中海2个，然后那个波斯湾3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当年美国动用到军力其实是今天至少2倍多那但是那个而且都还打了那么一大段那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说今天美国要单凭它现在集中在波斯湾军力，没错，美国现在对那个伊朗来说，它的海空兵力是呈现一个一面倒碾压的优势，这个是大家我觉得都不用怀疑的，美军的科技优势在这个地方体现无疑。但是今天你要打的目标实在太多了那所以就变成说，特别伊朗要用来封锁波斯湾的话，对不对封锁那个荷姆兹海峡，它可能就透过在那个荷姆兹海峡那个北岸这些伊朗的这些那个地形中，它把这些飞弹藏在悬崖峭壁绝壁里面。我今天我真的你美军能够打，你真的能够通通把我的所有的掩体通通点迷打光，你大概也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今天从伊朗角度来说，再加上刚刚那个大仙兄有讲，他今天封锁荷姆兹海峡，它不是一个单一手段，它不仅仅是有单一运用到反舰飞弹，它甚至还可以运用到包含类似像水雷啦，或甚至于自杀小艇啦等等。虽然这些东西美军可以看到一个打一个，看到一个打一个，但是伊朗这些东西也就像打地鼠一样，你有点那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上来讲，很显然的一件事，美国当初并没有做出最万全的准
准备，而是因为情报使然，也就是说当他们接到讯息说这个2月28号这个哈米曼尼这个要召开会议了，这些人都聚在一起了，就被以色列这样一推，然后就去打了。所以其实后面你可以看到，后面他整个这个军事那个准备没有完成的时候，就猝然进行这样一个大规模，而且其实以伊朗来讲，它的整个军队的规模，或是它能够作为反抗的这个那个基地来说，是伊拉克的非常多倍。所以我觉得美国在短时间之内很难透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够完全压制住战场。好，美国的整体战略都还没有准备好就开战了，那导致现在是也收尾也收不了，荷姆兹海峡的问题更是短时间无法被解决。那是不是连中东的其他国家现在也知道美国是没有办法可以掌控现在尤其是荷姆兹海峡的局势了呢？因为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是伊拉克最近他的这个邮轮想要通行在荷姆兹海峡，结果呢他不是去找美国这边谈，是去跟伊朗求说可不可以让我们部分的邮轮安全的通行过去。要知道伊拉克在这边是驻有美军基地的，但是他也不靠美军护航了，直接去找伊朗谈，是不是代表他觉得现在伊朗才是主要在荷姆兹海峡的主导者呢？再来我们来看到一个专家特别做了一些警告，这是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杜明奎他说的，护航是无法100%确保安全的，军事协助也无法长期的持续非彻底的解决方案。所以现在到底谁掌握荷姆兹海峡的生杀大权？美军现在想要清除伊朗的威胁，困难度，干哥又怎么看？好，那如果说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的首长拉里贾尼真的是确定身亡的话，这件事情就更难办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晓得你的谈判对象是谁，所以说伊拉克他为什么会去直接找伊朗去谈？因为找你美国谈没有用啊，对不对？我要过去啊，我的邮轮要过去啊，我最好还是跟我的仇家讲一讲吧。为什么？伊拉克跟伊朗他们是世仇，1980年代他们打了8年的战争，可是他们打一打，老实讲一句，有时候也可以打出一些心得出来。所以伊拉克干脆，因为坦白讲，石油出口也是伊拉克的命脉，伊拉克的油田很重要，所以他干脆去找伊朗的相关官员来，就说拜托，我们过去的时候几点几分，你们不要骚扰，好不好？让我过去，好不好？那别人我们管不了啊，别人的船呢，卡达的杜拜的阿联大公国的船我们管不了，我只管得了我自己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想着说，这件事情找美国是没有用的，加上美国要求这些盟邦来出兵那个不叫出兵那叫出船来护航，这件事情都被大家给拒绝了。那伊拉克更会觉得说，找你真的没有用。所以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杜明奎他就说，就算你派出了护航舰队，你也不见得，因为那个不是我今天要讲。以前2次大战的时候，护航最重要的是护航是防德国 U 艇U-boat， 那像那样子的护航都不见得能够完全成功。那你现在面对的是低成本，然后具备有水下这些这个航行器的成本，水雷其实它的那个价钱都很低，但是它的范围很大，你要清楚的把它给扫干净，那个要花很多的时间。伊朗到现在没有全面部署但是你要逼到它全面部署的话，那是会发生的。我们再来讲一下福特号的情况，福特号200名官兵受伤对，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大家会想说受伤而已又没死没关系，你错了，那对整艘船都有很大的影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已经部署到福特号现在派驻到海外已经超过10个月。那个思敏，我告诉你，一艘航空母舰派出去，最多半年之内要回来。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他可能物资缺乏或等等，是官兵要轮调。他必须要轮调，不然会发疯。所以你说他200名官兵受伤，受到大部分都是呛伤，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在网络上面早就疯传了，福特号90%以上的马桶出问题。马桶为什么会出问题？因为他们的管线当初的设计太窄了，结果他们说，本来在造船的过程之中，他们用的是新工法，认为说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解决不了，你知道吗？现在排队上厕所要花45分钟，那又是一个心理压力。所以大家要知道说，福特号它现在马上被美国
地中海舰队说回来，你回到希腊的港口来。那谁要去补这个缺呢？布希号，但是他还在路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不是说川普认为我的海军很强大，但是你要前进部署的时候，你都是照你的个人的意志去做的，都没有想到后勤跟得上跟不上。所以福特号现在造成了这么大的问题之后，他要退出前线部署，由另外的航舰来补。所以其实美军在前缘的这个兵力已经遭遇到一些很大的问题了。然后呢，还用了这个 GBU-72炸弹。GBU-72炸弹，坦白讲一句，一开始我们说它也是钻地弹，其实 GBU-72炸弹，它跟我们以前讲过，你记得我跟你提过吗？那个炸弹之主，那叫 GBU-57，那是14吨级的。那这个呢，那只是小儿科了，它只有5000磅，因为那个炸弹之主它是25000磅，这个是只有5000磅而已。那可是这个炸弹比较新，所以说你要用这种炸弹去对付比较平常的目标，而不是像伊朗核设施这么大的目标。那这个 GBU-72，老实讲一句，它当然是固然是很有效，可是用这种炸弹来去对付伊朗的那些飞弹阵地的话，恐怕是大材小用。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真的在前线的那些兵力的配置上面有很大的问题。我总觉得川普会遇到很多很麻烦的事情，他的将军马上就会跟他回报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你这场战争你要再打下去吗？恐怕有很大的问题。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今天要持续关心到的是伊朗又发动了新一波的攻势，这次出动的是无人机、火箭弹狂轰，尤其是在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馆被大火给吞没了。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首先，我们今天来关心的是伊朗轰炸驻美这边的一个大使馆，美国的大使馆，甚至呢，他已经说了，他要锁定接下来美国的15家企业，知名企业包括了波音、微软、亚马逊都在名单当中。川普说了，他已经摧毁伊朗的武力。这一场战争到底谁才掌握主动权？现在大家在关注。那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会不会被挑战呢？第二件事情，今天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这一位是他的国安首长拉尼贾尼，在这个时候身亡了。要知道拉尼贾尼他其实是一个务实派的高层，过去曾经多次的协助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那么如果他现在他已经确定身亡了，那接下来如果说伊朗的军方接手，会不会报复行动比以往更激烈？尤其是没有了这位谈判的大将呢？那美以是否将陷入无止境的战争当中？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来做关心。最后，我们也来关心以色列，他斩断了这个谈判的窗口。刚刚讲的拉尼贾尼，那川普也说他也不认识其他的伊朗高层啊。那接下来的谈判到底要怎么办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注。来看到伊朗的这一波最新一波的攻击，火力持续的就是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了，出动的是这个伊朗的无人机跟它的火箭弹。虽然我们看到第一时间防空系统是立刻有把这一些无人机、火箭弹等等的给拦截下来，但是这一架坠毁的无人机还是在大使馆坠落并且爆炸，当地立刻引发了大火。伊朗外长直接做了一个示警，他说我们不会要求停火，而这场战争必须以一种不会再次重演的方式结束。伊朗革命卫队更喊出了接下来这个攻势还会持续，瞄准的就是美国15家的相关企业了，包括目标在阿拉伯大公国跟约旦这边，要这些民众，如果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你赶紧撤离吧，因为未来几个小时我们就会来做打击了。15家企业，包括刚刚特别提到的波音、微软、
甲骨文之外，还包括了艾克森美孚、洛克希德马丁、亚马逊等等周边的国家，现在通通响起了警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川普说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武力，不过伊朗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攻击持续的在扩大当中，还扩及到许多美国的知名企业，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是否改变了美国跟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地位？委员怎么看？对，川普每一次讲话的时候啊，就会让大家觉得说，他是不是跟我们活在同一个宇宙，还是他活在了另外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多元的平行宇宙里哦？那么，川普很早就讲，美国已经取得胜利了。那取得胜利，你现在还留在那里干嘛呢？就应该班师回朝啦。川普很早就讲，伊朗已经被打趴了，伊朗没有海军，伊朗没有空军，伊朗的领导层都被猎杀完毕，伊朗已经完蛋了。可是伊朗到现在还可以攻击他巴格达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呢。就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一个现代的这个不对称的战争正在成型了。这一点孝伟哥是专家了。你会去发现说，伊朗对我海军可能不行了，被你歼灭了，我空军也被你这制空权也没拿下来，但是我有导弹呢，我有无人机啊。我一样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重创你所有的这个军事据点哦，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伊朗并没有在实际上的兵力上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说实话，伊朗的空军本来就不强，伊朗的海军也不怎么样，所以呢有跟没有呢差别不大。可是伊朗真正最致命的是它的无人机跟它的导弹哦。那么你说现在伊朗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伊朗，伊朗做了多么惨痛的牺牲啊！伊朗从哈米尼以下所有的这个领导人一个一个被猎杀，然后呢，伊朗的城市这个像德黑兰像几个大城市被轰炸，死掉了多少无辜的民众？如果你今天是伊朗的人民，你甘心这场战争就此结束吗？说明天结束了之后，大家就船过水无痕，当作没这回事了，然后我们的人都白死了，然后我们的城市被白炸了吗？对伊朗来讲，他准备了20年、30年，他要的绝对不是这个，他要的是我说过，就毕其功于一役，一次解决在中东对伊朗所有的压力跟威胁。所以对他来讲，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把美国的势力推出去啊！他要想尽各种办法把美国的势力推出去，不管是你的军事基地、你的盟邦的关系，现在甚至扩大到了美国的企业。那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我要让你美国的势力退出中东，你美国的势力只要能够被退出中东，那么当然事实上，伊朗在中东相对来说，这个跟以色列之间就不会如此的这个实力悬殊跟不对称了。那么。但是当然，他除了做这件事情之外，他在做另外一件事情，他想办法削弱美国的国力。所以我一直说，这一场战争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绞肉机嘛。他绞了美国的这个人力，绞了美国的财力，绞了美国的军力，通通绞死在这里。现在伊朗去攻击的这些企业里，我特别看了一下甲骨文、微软、Amazon 这3家都是在中东做运算中心的美国的 AI 的重大的公司布局。美国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美国的 AI 的这个企业开始跟中东的资金结合，所以在中东进行了很大规模的这个运算中心的布局。所以他连这一点他都没有放过，都算在他的剧本里头了。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削弱你美国的国力，在这场战争之后，我让你美国的国力不再像以前可以在这个全球指手画脚，然后在中东对我造成威胁。所以我会认为说，如果美国期待说这个伊朗现在就跟他求和，然后人跟他谈判，当作没这回事了。这当然是川普最理想的剧本，但是川普可能在做梦了，因为伊朗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如果今天你是伊朗的人民，你家的亲人、你家周遭的朋友都在这场战火当中付出了代价的时候，你会要什么？你会要美国跟以色列 pay back， 你会让美国跟以色列要被彻底的打趴，你可能才会吞下这口气。所以这场战争要期待伊朗去片面求和，我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而美国要做的就是要改变这个，伊朗要做的就是改变美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了。好，所以这场战争现在打下去，看起来这个是长期的一场消耗战，很难短时间停下来。尤其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本来可以负责跟美国或以色列谈判的这一位务实派的是伊朗的国安首长拉尼贾尼又在美以的空袭当中，现在确定是身亡了。那对于伊朗来说，又是另外一个重大的打击了。拉尼贾尼可能观众朋友比较不熟悉，我们也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他。他其实是在哈米尼，就是已故的哈米尼，跟现在最新的这个最高领袖
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他的一个心腹哦，那他负责的范围非常的广，从这个国安到外交跟反情报的大权都掌握在手里。过去呢，他曾经参与美以之间的会谈之外，据传他还曾经抓过500名的摩萨德间谍，所以他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级的领袖。这一回身亡，对于美国跟以色列来说，少了这个谈判的大将，接下来是不是停战会越来越遥远呢？现在有个说法，如果更强硬的军方接手，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会更加剧烈吗？干哥怎么看？拉里贾尼他的这个地位跟他的背景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他可以跟对外去苟合、沟通、联络的一个角色。他是出色的外交官，所以为什么哈米尼很器重他？他不但能够谈，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是一个保守派，但是他是可以跟你去 talk 的保守派，他没有那么死铁板一块。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他虽然也是最标准的穆斯林他也是最标准的什叶派，可是因为他受过西方的这个教育跟学问，所以说他是可以谈的。现在你都把他给斩首了，你知道，在德国有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叫做国际安全以及伊斯兰的那个研究机构的专家他就讲了，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以色列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明明知道，你把一层除掉之后，去接替他们的下一层，一定会更强硬、更死硬派。那你把这一层唯一可谈的人都打光了，剩下的有谁呢？”他还特别叙述，他说：“你知道穆吉塔巴当时刚好走出花园，结果那个房子就中弹了，而且那个房他就是哈米尼他家连续中了3颗飞弹，他刚好走出去，所以他也受伤了。有外传说他现在正在莫斯科接受这个治疗嘛，但这不能够证实就对了。那所以穆吉塔巴他其实老实讲一句，他人其实是安全的，可是他伤势怎么样，外界不知道。但是为什么现在美国找不到真正的人可以谈，就是因为穆吉塔巴不想跟美国谈，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连这个我们跟你在谈判过程中，你们都可以杀了我爸，对不对？那现在其实老实讲，拉里贾尼就是唯一还可以跟你谈的人，结果这个人也被你干掉。那你现在还剩下什么？难道你要跟革命卫队谈吗？你要跟 IRGC 谈吗？那不可能的嘛，那些都是死硬派嘛。所以这个专家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你现在把这个他叫阿奇兹，他说他研究伊朗问题，他本身他也是穆斯林，他研究中东问题30年，他讲的都是非常有道理。你现在都干掉了，那我们现在到底要跟谁谈呢？就等于是要你自己投降，不可能的什叶派不会去投降的。所以我也是在想说，然后就伊朗的这些人都被杀害了之后，以色列说没有，我是在帮你清除你们这个政权将来还有这个不跟西方合作的这些障碍，统统把你排除掉。那你以为上来的人他就会跟西方合作吗？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尼坦雅胡为什么会这样想？川普为什么会这样想？其实我也想不通，因为你至少要留一个窗口，对不对？但是他现在连窗口全部都没了，那将来我们到底要跟谁谈？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严重，非常的重要。然后穆吉塔巴他什么时候他会发动最后一次的这个进攻？我觉得很快。为什么？因为等到他伤势好了以后，他不会就此而就说我就投降了，我就软弱了，好，川普，我们来谈吧。你觉得那是可能的剧本吗？我觉得完全不可能。接下来只会把美国拖进更深的那个泥淖之中。好，那同样的问题，孝伟哥又怎么看？对，而且其实这一件事情上面来讲，以色列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那个拉米贾尼把他那个加以狙杀掉，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显然，以色列就是要这个跟你死磕到底。也就是说，对以色列来说，我现在也根本不希望要跟那个伊朗有任何的和谈的机会，因为其实从以色列跟伊朗这样一个长期对峙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从伊朗这个1979年那个宗教革命，然后嘞建立这样一个神权统治的政权之后，其
其实就跟以色列完全是针锋相对。那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这么多年跟伊朗这个政权打交道的结果，他们也清楚的认知到一件事：伊朗就是要消灭他们嘛。那其实如果说今天伊朗一直想要消灭以色列，这在中东也不是一个什么秘密。那但是以色列他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军事行动，其实跟美国甚至之前他们最主要就是要担心伊朗会掌握这个核燃料，然后能够生产这个核弹因为核弹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讲才是真正的会让这个国家有这个覆亡的这样一个危机。那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本来应该是要阻止伊朗能够拥有核弹，然后请全力然后让伊朗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不能成真。因为伊朗如果有了核弹，搭配上伊朗其实穿透力非常强的高超音速的这个弹道飞弹，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的确是毫无防备之力。因为从去年6月以色列对这个伊朗这个军事行动中，伊朗就已经展示了伊朗的高超音速飞弹可以完全穿透以色列现在由美国协助他建立的战区弹道飞弹防御系统，加上他们自己的包含大卫投石所，加上他们的这个剑狮3型等等，搭配上美国的这个萨德系统等等，是挡不住这些东西的。所以其实这更增加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生存的这个疑虑。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伊朗的这个统治系统彻底消灭，而且要把他这个核子那个计划完全消灭。这对于以色列来说，他在生存上才比较有安心的这样的地方。所以你看他这次做，基本上来讲，他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是不再考虑要跟任何的伊朗政府去做任何的这样一个这个沟通。他甚至想要做的是把整个伊朗的这个统治阶层彻底毁掉以后，对不对？整个伊朗变成一团乱。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伊朗虽然说大家说他是什叶派，然后跟周边的逊尼派，对不对，并不合，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现在伊朗东边阿富汗那边有更好，这个也有这个逊尼派里面最基本教义派。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整个伊朗政权垮了，这个什叶派的控制力垮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些极端的逊尼派从阿富汗向西溢出，然后甚至于经过了伊朗，再到了这个中东其他地区化，那其实反而会更给整个中东带来永无宁日。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啊！你中东越乱，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说，而且他这次好不容易说服了这个川普然后再这个跟着他一起动手。其实我们常说这个摇摆狗这个典故嘛，对不对？你说这次到底是尾巴摇狗还是狗摇尾巴？这个看起来真的很明显是以色列这个尾巴完全摇动了美国这只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以色列这个时候会愿意轻易松手吗？然后他的这个总理会愿意轻易松手？绝对不可能，他绝对是要把整个伊朗搞烂，然后完全丧失这个甚至成为一个失败国家、失败政府，然后整个国家陷入动乱。然后不会再有能力去搞这个核的计划，然后不会再有能力去搞这个高超音速飞弹，这才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利益。没错，而且这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美国现在想要抽身，为什么不容易？因为这次交战的三方，我刚才说过，伊朗不会善罢甘休。刚才孝伟哥已经分析过了嘛，以色列显然也要完成他的目标，打了个天长地久。所以既然三方里头有2方都无意在这个时候做任何的和谈或者是停战，美国现在要抽身恐怕就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了。对，好，谢谢委员补充。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到底是谁在操控战争呢？今天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现在他的反恐高官曝说，总统是被以色列给骗了，所以才会陷入这一场美伊之间的战争。那另外一方面，川普最近也出来喊话，他说呢，其实前总统他支持我动武，结果呢，这一番话出来之后，前总统过去的4任都说，我们完全没有跟川普通过任何的话。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川普被打脸吗？再来，我们就会关心的纳坦雅胡被指拿人命来逼出这一场美伊战争，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关心的是，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伊朗，现在进入到第18天了，战争持续的焦灼。这时候，美国这位很重要的高官突然出来放话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他是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他说他决定要辞职了。为什么呢？我无法昧着良心支持对伊朗战争这一场伊朗战争，美国并没有构成，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构成
迫在眉睫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打这一场战争。他还接着说，他说美国政府啊根本是遭到以色列跟其他的游说团体蒙蔽跟欺骗，所以才去打这一场战争。他为什么重要？我们也来看一下他的小档案。卡特曾经出生在特种部队绿扁帽，多次在前线作战。而他的妻子，其实他在过往他的伴侣身上有一个很令人难过的故事。他的妻子叫做香农，是美国的海军士官长。当时2019年的时候，他是被派驻在叙利亚这边，结果当时他在一间餐厅的时候，遭到当地的自杀炸弹客给不幸炸死了，享年只有35岁而已。好，这个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段故事，所以大家也特别在关注卡尼这个人说的这些话具有他的重量性。那针对于卡尼说他要辞职呢，川普立刻说了，他说这是好事啊，因为呢卡尼他在安全议题上其实一直都是非常非常软弱的。敏感的时机，我们来看到《华盛顿邮报》却在此时做了一个爆料。他说呢，有一份是来自于国务院的电报显示，当时大家还记得吗？在这一场战争爆发之前，伊朗的民众曾经多次的走上街头去示威，反政府示威。他说呢，以色列当时也公开催民众去起义，但是另外一头，以色列也悄悄的告诉美国的外交官说，如果伊朗的示威者他们上街的话，是会被屠杀的。换句话说，纳坦雅胡明知道伊朗示威民众会有生命的威胁，但仍然是鼓吹民众上街头。针对于这些争议，包括了这个针对于纳坦雅胡的情报，《华盛顿邮报》给的这个报道，还有肯尼辞职的这几件事情，委员怎么看？美国是否正在被操控，介入到这场战争当中呢？美国当然被以色列操控啊！美国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人物就受到了以色列或者是这个以色列极端分子的这些游说团体的影响嘛，所以这一点都不意外哦。那么就像刚才这个孝伟哥说的嘛，是狗摇尾巴这种事情，其实过去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哦。就只要这尾巴咬狗的事情，过去发生太多了，只要尾巴摇一摇，那个狗就跟着动了啊。那么其实坦白讲哦，就是在当时这个伊朗发动大规模示威群众抗议的时候，其实就不难让大家看到说 CIA 在跟摩萨德在里头所扮演的角色了哦。就是其实这是美国颠覆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最标准的 SOP 啦。就是第一步，他动员了他长期埋藏在这些国家的这些隐藏的细胞跟种子，然后呢开始发动全国的大示威或者是学生运动，然后开始推翻当前的政权哦，然后取得所谓的叫做 regime change， 就是政权替换，然后达到这个重新产生一个亲美政权的目的。这个美国过去这几十年来在全世界玩一样的把戏啊。这个香港的这个雨伞花学运哦，背后也是 CIA 的影子，这是一模一样的事啊。但是当在玩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美国当然知道，不要说纳坦雅胡了，我相信 CIA 或者是美国自己的相关人士也知道，这些人现在在伊朗他不是在别的地方，这些人上了街头之后，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但是他们仍然不断的去鼓动，而且不要说纳坦雅胡干这件事，川普也在干，川普不断的在喊，说我们很快就会来了，我们会放心吧，上街头吧，这个时候是推翻的好机会了。他们完全把伊朗的人命不当人命的，所以我说其实。纳坦雅胡根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他早就该下18层地狱了。所以你说现在去批评纳坦雅胡没有意义，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美国怎么会低级沦落到这种地步啊？你沦落到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哦，然后为以色列的这个知命侍从，所以他们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啊，叫做以色列至上主义啊。说美国现在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以色列至上主义，只要以色列要做的事情，他们都尽其一切的努力达成，因为他们背后的金主可能都是来自于这个有钱的这些犹太的这些金主。但是关键问题是什么？关键问题是美国现在的民众也不笨啊。当时川普所说要发动这场战争，说伊朗对我们有立即的危险，那这个危险到底是什么？说伊朗马上要生成这个核弹了，这个 IAEA 说这个大概还要10年到20年，那你10年跟20年之后你再打它不就好了吗？第三，明明谈判就已经要快谈出个结果了，阿曼的这个负责谈判的代表都说伊朗已经愿意做出让步了，结果你莫名其妙的就突袭别人了，这些东西都完全不具有正当性。但你更不要讲说这场战争你没有通过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了，当然也许川普早就不把联合国当件事了，你有没有召会过你的盟邦？你也没召会过你的盟邦。然后在这场战争当中，你美国的战斧飞弹就把人家那个小学莫名其妙就给炸了，170几个女同学就这样阵亡了，就这样牺牲了，你就违反了战争罪所以你说他又违反了国际法，又违反了战争罪，美国人
好歹也是有血有肉有心的吧？他们长期以来自视为他们代表世界正义的代表。可是在这场战争里，他们完全看不到任何正义的立足点在那里，所以你看到现在美国的民意的反战的声浪是非常高的，在还没打之前就已经70%说反战了，打了之后更严重。那你更不要讲川普自己的决策圈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说，这个国家这个反恐中心的主任肯特，还除此之外呢，你这个福斯电台的非常有名的主持人叫做 Tucker Carlson， 是最有名的右派的。这个非常知名的，而且影响力非常大的主持人，最近也跟川普扯破脸了。对于所有 MAGA 的支持者来说，川普错估了一件事：这些人不是对川普的个人崇拜，而是这些人对川普当时所提出来的集中发展美国，让美国再度伟大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是强烈的支持的，可是当他们今天看到川普背离了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 Tucker Carlson 也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肯特也好，甚至你现在看到他的副总统 J.D. Vance 几乎也没有出现在川普身边了。对，所以川普除了基层的民众有了问题，他其实高层的决策圈也已经产生分裂了。但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川普也许很想要走出这个泥淖，可是很可惜，在以色列跟伊朗都准备要打到底的情况之下，他现在大概很难抽出来了。对，好，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包括了除了有60%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用武力持续的攻打伊朗之外，还包括了自己共和党内部的 MAGA， 还有呢肯特都已经对于川普表达不支持了。那在这个最新的一个情况下，川普16号他又再次声了，他说呢，有前总统是叫他要出手打伊朗的。但是我们看到最新消息，4位画面上看到的这几位总统都说，我们根本没有跟川普有过谈话呀。那这4位包括了拜登、奥巴马、小布希、克林顿。都已经否认到底了，川普在说谎吗？好，再来就是关心到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问题。大家知道这个川普不是说要其他的国家一起去护航吗？他的好朋友们去护航，结果呢大家都拒绝。那最新是日韩，针对日韩他又痛批说，我们保护了你40年哦，结果你连这一点小忙也不帮我们吗？这是来自于川普的说法。那日本呢？难道是扛不住来自于这个美国的压力了吗？高市早苗他现在也说呢，虽然说法律上面有不合法的问题，但是他要寻求看能不能合法的派兵来帮助美国。所以呢，如果可以行的话，他可能会派自卫队来帮忙做像是扫雷、护航、情报收集的动作。干哥怎么看？先来看这4位总统都否认说有要川普出兵，怎么看？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的话，思敏，你觉得哪一个最有可能？拜登不可能嘛，对不对？拜登跟他根本就仇人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人就影射是克林顿。可是我跟你讲，没有人比川普自己讲的来的活灵活现。他说：“你知道吗？这位前总统很支持我。我说句实在话，这位前总统也是我川普最喜欢的前总统。可是基于他的党派，这样大家就听出来了啊，可能跟他不同党啊。可是他不能够，但是他私底下有讲说他其实是支持我的，对，他也喜欢我，而且他跟我讲一句，我真恨不得我在任的时候就对伊朗干这种事情。所以你知道他讲的。”它变成一个故事，你听起来是有逻辑性的，你知道，讲得活灵活现。可是最重要的是说，没有人能够承认，也没人能够答应。然后他说：“你不相信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知道吗？这位前总统他身边都有川普失心疯症候群。”讲出这一句就代表什么？讲出就代表说他的故事是很可信的。可是你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的白宫周遭，没有人敢承认这件事情，也没有人去附和他的话，所以川普一向都是一个人的个人舞台，你知道，他是一个人的武林，他只要演的都让你觉得很像。可是面对自己人背叛，你要怎么办呢？这个人叫肯特，肯特是谁？肯特他是国家就是说他是情报的这个反恐中心主任，这个人的血统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11次派驻伊拉克。我跟你讲，能够去伊拉克3次，或者活着回来就不简单了。当然，他前3次他就是一个兵其实他就是个士官了。那慢慢逐步的擢升之后，他总共派驻伊拉克11次，他最后的任务几乎是 CIA 的特殊任务了，所以他也在 CIA 干过，所以他对 CIA 非常了解，非常理解。他是纯粹的 MAGA 的支持者。可是肯特，这个肯特，他到最后他能够说。我不知道我们要送
美国的下一代子弟上前线去白白送死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我是反恐情报中心主任，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伊朗绝对不是美国安全的首要任务。所以他其实讲了这些话以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最纯粹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而且他在2022跟2024两次竞选参议员，虽然都失败，可是川普都有帮他。那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川普的心腹了嘛？但是他就是讲了这些话之后，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打伊朗，我对于我的良心我不能说得过去，因此我辞职。所以他讲了这些话之后，他就是准备要辞职的。结果你知道内布拉斯加那个支持川普最力的那个众议员叫培根的，他说：“那走得好，你就是要在走之前讲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可是说一句实在话，像肯特这种，他虽然就嘴巴没有讲出不三不四的话，可是他们心里就像委员讲的，就是说他们其实要支持的是要让美国这整个体系国家再强起来，而不是你川普的个人，你想要对谁用兵就用兵。所以你知道肯特他是一个面镜子，他照着让大家都发现说，哦，原来你身边的人都有这样的人潜伏的，不要说潜伏啊，就说不满已久。可见得川普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之中，跟这些幕僚有没有很深的这些理解跟建立一样的思考跟逻辑架构？那其实是没有的，都出于他个人一时的这个情绪反应，或者是他自己的喜好。所以说我讲句实在话，我对于肯特这样讲完全不觉得意外，只是说后面接替他的人就必须要完全听命于他了。那到时候可能他的意志会更加的发扬。可是他真的能够从伊拉克的这一场就伊朗的这场战争里面，他能够全身而退吗？我觉得越走越深，而且4到6个礼拜要能结束，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看不出来，可能没有办法在几个月之内就结束了。好，现在看起来肯特是连美国川普自己内部的高官都不挺他了。那川普的盟友呢，会不会在川普的施压之下继续的力挺川普到底呢？我们就是看到的是日本了。高市早苗现在希望能够突破法律的限制，能不能真的派出日本的这个自卫队来去帮助美国护航呢？那为什么高市早苗要这样做？跟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关系吗？还是真的考虑到国际现实？孝瑋哥怎么看？其实如果说当然，高市如果希望能够派自卫队的话，一定是希望借由这样的程度，让他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安全连结更深嘛。因为其实或许我们看这个时候高市如此做，似乎有这个钓鱼沽名，或者说想要跟美国站队之嫌。但是你也不能不否认，就是说从北韩，也就是朝鲜这个前天又对这个日本海、东海射了一堆飞弹。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非常怕这个。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日本在川普已经亲口说了，因为其实川普之前都要求日本跟韩国派出军舰来加入这个波湾护航任务能够让荷姆兹海峡能够早日开通那但日本跟这个韩国一直在问那个踌躇的问题，就是他们找不出法源依据嘛。因为其实依照现在的这个日本的这个自卫队法，那日本他们的确虽然说已经能够从那个有了这个集体自卫权，但只有集体自卫权也是必须要在这个日本周边美国可能跟这个侵略日本的国家，或是跟美国在日本周边进入战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集体自卫权解禁，他们能够协助美国。但问题是现在已经七老八远跑到波斯湾去了。那你说上一次那个什么这个第二次波湾战争的时候，日本有没有单独派遣这个自卫队到中东地区去帮美国？是有的，但因为当时的情况跟现在这个情况又不一样，所以就变成说是他们必须要找出那个在法律上能够支持日本派出自卫队的法源依据嘛。因为如果说今天那个像以日本他们上次派，他也并不是参与所谓的战斗任务，而是他是等于说应美国之邀，然后派遣日本的这个地面部队，就陆上自卫队到伊拉克境内去执行安保，就是和平维护的这样一个任务。他不是说跳去那边，然后直接要跟这个伊拉克民兵打仗，兵兵乓乓，不是他是担任这种安保和平维护的这种工作。那你说现在的这样一个事情，如果说今天去，那日本的自卫队有可能直接跟这个伊朗的那个部队进入那个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日本现在的法律所允许的？所以这个就变成说是高市早苗必须要找出有法律依据的这个原因嘛。今天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不管是民主或者是任何的这样一个国家，
他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定要法律依据，法律依据非常重要。所以对于高市来说，他要能够找到足够支持他派兵的法律依据，他才能派兵。否则的话，他如果万一碰到国内那个国会中去质疑的声音，或甚至于弹劾他怎么办？对，好，谢谢孝瑋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美伊战争持续的打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伤亡一直不断的数字攀升哦，现在连盟友都撤退，要打退堂鼓了。但是这个时候，华府却把脑筋动到另外一个国家了——加勒比海。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古巴。最新来自于这个川普的说法，他说呢，我可以对古巴做任何我想做的，甚至不排除我可以直接动武接管古巴的政权。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被大家视为是说，这个情境是否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呢？因为我们看到了今年的这个从委内瑞拉再到伊朗到今天的古巴，好像剧本都差不多。现在古巴正好也陷入在能源危机当中，包括了全国电网崩溃，是完全黑暗一片的，民生供应受阻，还有经济的压力越来越高，民不聊生。我们先来看到美国怎么样去接管，透过一些方式去接管国家的剧本。首先会通常是第一步做经济的封锁，切断限制能源、金融跟它的供应链，再来操纵它的舆论，让人家觉得说，当地啊真的是民不聊生，而且人权的议题非常的糟糕，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就会做到政治施压了，要求反对势力的领导人赶紧下台负责任吧。再来最后则是派兵，不排除动武，来派兵正式的介入到该国去。所以现在伊朗战争都还没有收尾，川普已经想到古巴去了，是不是因为川普很需要在这个时候有一场可控的战争？因为伊朗的战争明显的是不可控的。委员怎么看？刚才思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美国政权轮替的剧本哦，就是标准的 CIA 的 SOP 嘛哦，就是一步一步照这样的方式来操作。其实我刚才说过，很多国家都经历过这种事情。当时国民党的政权，然后香港的雨伞花，乌克兰的政权，还有这个当时发生在阿拉伯半岛的这个茉莉花的革命哦，这颜色革命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故事啊。这背后通通都是 CIA 为了要颠覆那个国家的政权，为了要换一个听话的领导人，为了要换一个听话的这个政党上台，然后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你说川普现在在古巴演这出戏为的是什么呢？那当然，他极有可能哦，就是他需要一个短期之内就可以立刻取得的胜利哦，来掩盖他现在马上要持续陷入这个长期战争无法抽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因为其实我们周遭认识很多做投资的朋友，我记得做投资的朋友跟我讲的一句名言，他说你要进场之前啊，就要先想能不能出场。他说，如果你进场之前想不到怎么出场的时候呢，这一单你就别投了。所以我相信当时川普在进场的时候，他有他的出场机制，他原本是有一套出场剧本的。他的出场剧本可能是用极限施压，然后逼着伊朗让步，然后最后就不战而屈人之兵，然后他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就说你看我把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全部都处理掉了，然后伊朗也同意了，把浓缩铀交出来了。显然川普原本的打算是这样，可是没有想到，就像刚才孝瑋哥说，他被推了一把，忽然之间莫名其妙就被推进去，要这个猎杀哈米尼跟几十个政要的那一场轰炸里头。然后呢，照这个美国自己的国务卿的说法是说，我们不能不动手啊，因为以色列已经要动了，如果以色列动了，这个伊朗也会攻击我们的，所以我们干脆先动好了哦。所以你看到这个当时这个美国自己的国务卿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你回过头来看，川普就进入了第二个场景了，好吧？那既然动手了，他又开始想，天真的想，说我开始再来极限施压，我就把你该猎杀都猎杀，然后把你炸成一片焦土，把你海军、空军都摧毁了，然后你最后就会来跟我谈了。可是显然并没有，所以现在川普之所以没有办法出场，是因为他原本预设的剧本一项都没有成真。那既然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他就要想办法离开这个战场跟泥淖了。
当这个以色列跟伊朗死死的拖着他的不放的时候，其实美国国内不是没有人建议他的，比如说就有人一直不断的建议他说，你现在就用你的阿 Q 精神吧，自我催眠，说我们打赢了我们就走了。那这件事情不是没用过，他去年在那个也门就用过，他去年打那个胡塞武装组织打了个半天，然后他说他打赢了他就走了。胡塞武装组织有被歼灭吗？没有，还在那里，只是因为胡塞武装组织也很给面子，他说打赢了之后呢，当时也不用这个胡塞武装组织也没采取什么行动。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川普现在难看的是说，我现在就说打赢了，可是明天这个我的大使馆还是在被伊朗轰炸，在被飞弹攻击，我该怎么办呢？对，所以当然他现在极有可能先拿古巴来垫一下。这个垫一下档嘛，就我既然这场战争我这个天长地久，短时间没有办法结束，可是我面临了我的期中选举啊，我现在必须要拉抬我国内的这个士气啊。那古巴就是个软柿子啊，在这个时候修理古巴对他来说是刚刚好的，就是能力上也做得到，然后看起来成功率也高啊。对，现在川普急需要一场就是可以控制的胜利的战争，所以现在锁定的是古巴。那刚刚讲的这一套这个掌控国家的剧本，不是有4步吗？针对古巴，现在已经来到了第1、2步，其实都已经做到了，包括经济上的封锁。那川普做的就是石油上面的封锁。在石油的禁运之下，现在古巴呢，其实已经陷入到了大停电哦，尤其是在16号这一天，古巴内部1000万人陷入在黑暗当中，包括了首都在内哦，哈瓦那在内，全国大停电。再来，油价狂飙，每公升$9，加满1辆车花费超过$300，据说是超过许多古巴民众1年的收入。一边美国在加强在经济上面、能源、石油上面的封锁，一方面又说古巴的人民过得实在是太惨了。川普的手法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对古巴动手，会不会跟伊朗有一样的结果？最后承担的还是古巴自己的人民。干哥怎么看？哈瓦那从前到现在都一向是加勒比海最漂亮的一颗明珠，你知道？那距离美国才200公里而已，所以那就是美国的后院。我要提醒川普，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啊，你要知道甘乃迪他1个礼拜不能睡觉，因为表面上美国舰队就是开到加勒比海啊，然后明白告诉你啊，你给我掉头，你不掉头，因为他船上都载着俄罗斯的飞弹啊，你给我掉头，你不掉头的话，我跟你讲，等一下就是开炮啊，我们等一下就是击沉你。最铁的、最硬派的俄罗斯那时候领导人赫鲁雪夫，他说继续前进，苏联货船真的，他说不能再前进了，对方真的要开炮了。那所以后来你知道，在谈判的过程之中，其实最紧张的不是赫鲁雪夫，而是甘乃迪，因为甘乃迪要面临什么？要面临万一他不退的话，那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当时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有准备打第3次大战的心理准备了，所以我大家要跟各位讲，然后这个我们现在讲是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它前1年发生什么？发生猪猡湾事件，也就是美国 CIA 策动的古巴难民打回哈瓦那去，结果一败涂地，被卡斯楚全部扫到海里去。所以你如果现在要军事介入，就第4项军事威胁，不排除动武。派兵介入，我可以告诉你，古巴绝对是你吞不下去的。你古巴就算让你吞到一半会卡在喉咙里面出不来。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会介入。俄罗斯在70年前曾经这样子载着飞弹到你美国的面前的，你今天是用外交上面好不容易解决，差点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现在古巴隔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要想要一口吞掉它？我相信川普，你要回去看看历史。看看甘乃迪当年的痛苦，还有最重要的是，现在1公升是多少？$9，270块台币啊！我们台湾现在1公升差不多才27、8块、30块台币，10倍啊！那古巴人民不是快要脱裤子了吗？好可怜哦，真的，我真的觉得古巴人民真的好可怜。美国的禁运可以造成一个国家接近真的民生困苦到这种地步，川普你还能够做出什么令人发指的事情出来，我实在无法想象。好，那川普能不能成功拿下古巴？刚刚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刚哥有提到的俄罗斯的角色。那俄罗斯最新已经表态，他会支持古巴了。只是现在的状况就是，俄罗斯跟古巴确实在地理位置上面比较远。孝伟哥又怎么看？那个俄罗斯要支援古巴，真的可以说是用鞭长莫及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过去你说古巴为什么还能够撑到今天，就是在这个中美洲、中南美洲有很多国家跟美国基本上在政策上是采取对着
做的这样一个方式，比如说今天刚棒球打赢美国的委内瑞拉，但这下委内瑞拉这个政权被美国这样弄倒之后，然后委内瑞拉石油现在也去不了古巴啦。那你说俄罗斯的石油嘞？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如果说你今天真的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那个港口运到古巴的话你如果说你单纯来讲，第一2个礼拜跑不掉，第二，俄罗斯现在能够有多少的船能够让它的这个油免费把油运到这个古巴去？而且因为其实也因为俄乌冲突的关系那个俄罗斯的这个油轮在地球上很多地方跑并不是那么的这个顺利很多地方去不了。如果去了被这个西方盟国看到，我就把你抓起来。所以在大西洋上来讲，你说俄罗斯的原油要能够顺利的运到古巴去虽然说因为这个波斯湾的这个危机的高升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所以让这个川普宣布了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这个禁令的稍微这样的解禁，但并不代表说今天川普可以让俄罗斯的石油堂而皇之的从俄罗斯运到古巴里面去吧。所以对于古巴的这个人民来说的话，我觉得除非说他们今天要对这个未来能够要有更艰苦卓绝，甚至于要有这个回去过这个农业时代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个地球上的这个工商社会的运作，石油是一切的根本嘛。你没有石油，你没有办法发电嘛。像古巴现在经常是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大范围的这样的停电，那你说他今天还能够有什么能够来这样进行一些经济的活动那除非说今天全民回去这个种田，然后这个做这个农业社会，要不然或者你连这个武器要能够发动，要能够对美国那个可能的这个攻击发动的这个防卫都没办法。而且再加上古巴其实这么多年来，因为整体这个财政实力的这个那个虚弱，让他能够买上比较先进、比较像样的武器都没有。然后呢，甚至于你说仅有这个战机，大概也都是属于很老旧的这个那个苏联制的那个米格29战机等等那你说今天你要面对，如果美国真正全面军事攻击的话，败的会比大概可能委内瑞拉更快。那当然，其实我也很长期的这个了解，就是古巴的民众对于这个古巴政权的这个忠心度，但并不代表你能够在这种现代化高强度战争下还能够撑下去，而且你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资源。